包总。哟，包总来了。包总，包总。小老太太咳嗽而醒，真把我给吓坏了。儿子，这些天发生的事，我都知道了，让你受苦了。你说他们跟你说这干嘛呀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没想到能提前这么多年掌管家业，能提前看到这一天，心里很安慰。我也没有想到，你爸爸会选择退出。我也没想到，只能说他对于我，对于这个家庭还留有情面。不过他这么一闹也挺好的，该清理的都清理干净了。儿子，嗯，有件事，你要跟妈妈说实话。您说。那天晚上我出事，你爸爸截图给我，在短短的时间里，咱们包氏损失了5、6千万。那天晚上，是不是安迪直接上手狙击的，让我们包家损失惨重？不是。你确定？不要为了包庇他，粉饰太平。我发誓，那天晚上我跟他在一起。如果海外账户出现问题，应该是我爸搞的鬼，跟安迪没关系。你就没有想到，你爸爸跟他联手？不可能！哎呦妈呀！你说你刚刚醒过来，能别胡思乱想吗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您出事到现在，我过得挺难的，我爸也没少给我出难题，是安迪搬出了魏国强，才让我爸投鼠忌器，我才有了反败为胜的机会。他为了你，搬出了他爸爸。是啊，妈，这段时间幸亏有安迪陪着我，我才能捋清思绪，控制好局面。也是因为安迪，我才没有迷失掉自己，才没有成为一个不择手段的人。妈，我想象不到，如果这段时间没有安迪陪着我，我能不能坚持住？所以妈，我爱安迪，我没有选错人，我离不开他了，我会信任他、尊重他、爱护他一辈子。我要见安迪。妈，安迪来了。宝宝，你先出去。谢谢你能来。说心里话，我儿子那么爱你，我对你的心情很复杂。你的出身背景，我没办法放心让我儿子跟你交往。宝宝他爸曾经跟我对簿公堂，我知道被揭伤疤是什么滋味，可我还依然这样对你。我只是为了儿子，给他把关，找一位好媳妇，我却忽略了你的感受。
晚上，宝宝他爸爸跟我说，你让我们包氏损失了很多钱，我连想都没想，就相信了他。现在想想，我不光刺痛了你，也误解了你。 非常的抱歉，对不起。其实这件事情，我也有错。我当时太激动，太偏激了。 我也应该跟你说抱歉。谢谢，你能原谅我。我说的这一切，不是在为自己辩解，我就是希望你能理解我。过去我所做的一切，并非恶意。我知道，我儿子爱你。我想。 他不愿意让我们继续针锋相对吧？可是，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世，您不反对我们交往吗？如果是在我生病之前，我一定会反对到底。可我从生死线上走过来。 把以前看不开的，都看开了；放不下的，也都放下了。我这辈子争强好胜，算计了一辈子，到头来两败俱伤啊！人生的路还那么漫长，不是你能算计得来的。 就算你再聪明，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比起不知道的未来，活好当下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要是早悟到这一点，果断放手，我和包包他爸爸就不会是今天这个下场了。我儿子爱你。 你也爱他，这比什么都好。至于你们结不结婚，生不生孩子，我已经管不了了。唉，只要你们两个能在一起，开开心心的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谢谢。 其实这段时间，我的邻居们都发生了一些事情。可是正因为这样，才让我意识到，有时候人的关心多少都会夹杂着一些干涉，这两者之间是很难分清界限的。不仅父母会干涉儿女，儿女也会干涉父母，就连我也会不经意间去干涉包子。因为我在乎他，所以我更想保护他，希望他能够按照我的想法去行事。过去我都不懂这些，所以我才会愤怒，才会冲动。可现在我明白了。当然，我现在依然不希望别人干涉我的生活。可至少，现在我懂你。谢谢，你这么坦诚。我听包包说，他向你求婚了。不过我还没有做好要结婚的准备。但是有一点，我可以保证，我是真的很爱他。
哎呀，我怎么哭了？其实过去的我很自我封闭，总觉得自己会孤老一辈子。但是现在，我更愿意为了他，试着去相信，去改变，甚至去想象属于我们的未来。谢谢你这么爱我儿子，也谢谢你这段时间为他做的一切。我曾经担心他一厢情愿，可我现在才知道，你们这么相爱。我现在放心把我儿子交给你了。所以，我们算是和解了。和解了。我妈跟你说什么了？不好的消息，有多不好？他说让我照顾你一辈子。哦，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？我说这样我会累死的。